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今天的比特币呢，已经被砸到了6.3万，甚至跌破了6.2万。这个不是那种慢慢的阴跌，是连续的下砸，一根红线接着一根红线，几乎没有给你任何的喘气儿的机会。关键是它底下没有接盘的了，没有人能够扛得住线了。现在整个市场呢，都处在一个极端恐惧的状态，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还有谁在扛线？底儿在哪儿？底儿到底在哪里？我该不该现在去抄底儿？我们不能乱猜，所以呢，我找了一些数据，尝试看看能不能从这些数据里边找点线索，探索出底部的价格有可能在哪里。同时呢，也来看看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状况下，谁还在扛，谁已经扛不住了，谁可能被迫放弃扛线。先打开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来自 Glassnode 的链上数据分析，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市场给它拆成不同人群的成本结构，做成一张风险的地图。同时呢，它也回答了3个关键的问题：现在是谁在亏，谁可能最先扛不住，以及市场的关键的水位到底在哪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黑线，黑线呢就是比特币的现价，彩色线呢代表着不同口径的成本的基准，也就是不同的人群、不同口径的平均持仓成本。所以读法很简单，比特币的价格在谁的下面，说明那群人整体在亏，亏得越狠，筹码越短，越容易从持有者变成变卖者。再来看看这条红线，英文的名字叫做 Short-term Holders Cost Basis， 也就是短期持有者成本线。那短期到底有多短呢？在 Glassnode 的口径里边，通常是指155天以内，差不多就是过去5个月进场的那批人。所以这条线本质上是在告诉我们一句话：最近5个月进来的人平均买在什么位置？报告里边提到，这条红线大概是在 9.45 万附近。你注意一个很关键的现象，它离现价是最远的。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这批5个月内新进场的这批人，目前承受的心理压力是最大的，已经完全扛不住这条线了。当价格一直收不回 9.45 万，而且还一路往下走的时候，这批人的扛线意愿就会越来越弱，他们手里的筹码就会越来越难拿得住，情绪呢也会从一开始的逢跌加仓，慢慢的变成反弹就跑。而现在的价格是 6.3 万，相对于 9.45 万已经下跌了大约是 33%。 在这种跌幅下，很多短期的筹码要么已经割肉离场了，要么干脆我就不看盘了。但只要市场一反弹，又很容易出现一波解套就卖，回本就跑的抛压。所以呢，你会看到卖压通常来自于2类的动作。第一类呢是扛不住的止损卖出，第二类是带杠杆的被动平仓，一旦触发就容易产生连锁的反应，把波动越放越大。第二条呢，我们看看这条浅绿色的线，它呢叫做 True Market Mean， 我更喜欢把它叫成结构线。为什么叫做结构线呢？因为它看的不是短期的情绪，而是市场更底层的东西，活跃流通筹码的整体成本。什么是活跃流通筹码呢？Glassnode 的定义是，它会尽量的把那些长期不动的、几乎不会参与交易的币先给它剔除出去。比如说丢失的币、很早期的矿工币、远古时代的老币、中本聪的币，这样算出来的均值就是现在真正的还在市场里边的打来打去的那批筹码的平均的成本。这条线呢，大概是在8万。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市场结构还能不能扛得住的分界线。所以呢，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直观的现象，当价格在这条绿线的上面，市场更像可控的回撤，跌了呢它还能够修复，但一旦跌破这条线，市场呢就更容易进入防守区，反弹会变虚，情绪会变得更加谨慎，熊市呢就更容易掌控节奏。而现在我们在 6.3 万，这个已经明显的扛不住这条绿线了。这个就是为什么 Glassnode 的报告敢把它标题写成 Bears in Control， 熊市控盘，不是情绪喊出来的，是结构已经被打穿了。
第三条线呢，我们看这条蓝线，它叫做 realized price， 实现价格。我更愿意把它叫成地基线。为什么叫它地基呢？因为它代表的不是某一群人的成本，而是更像是全市场的平均成本的地基。链上每一枚币最后一次的转手时的价格累积出来的一个整体的均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整个市场现在在盖房子，红线呢，它是新住户的房贷的压力，绿线是结构梁，而蓝线就是地基。地基的特征是什么呢？平时呢不会轻易碰得到，但一旦熊市走到很深，恐慌出清到位，价格呢就会反复的去磨它试它，有时候呢甚至会短暂的跌穿一下，然后很快被拉回。因为那一带往往会吸引更长期更冷静的新的资金重新开始布局。这条蓝线大概是在 5.58 万附近，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我们已经跌破红线，也跌破了绿线，市场确实很弱，但距离蓝线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这个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进入那种终极局，全市场出清到地基的区域。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它不是目标价，我也不预测一定会到，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极端压力测试的参考，告诉你市场离真正的地基线还有多远。好的，链上的三条线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补第二组数据，场外的三条成本线。这三条线呢，在这张 Glassnode 图里边是没有的，但我会手动的给它标出来，因为它们太关键了。它们代表的是 ETF 的新钱， DAT 公司的多头以及矿工的现金流底线。先说 ETF 成本线，你可以把它当成机构这波新钱平均进场的水位线，不同的算法呢会有所差异，但大致呢是在 8.4 万到9万这个区间之内。那现在的价格是 6.3 万，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一句话，机构新钱已经扛不住自己的成本线了，扛不住成本线的资金行为呢会很一致，更加谨慎，更偏于防守，更不愿意继续扛线挨刀。所以呢，你别指望 ETF 在这个阶段还会像牛市那样天天扛线托底儿。牛市托底儿呢，它靠的是持续的净流入。现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更像是先保命再谈抄底儿。第五条线呢是 MicroStrategy 的成本线，它的平均持仓成本大概是在 7.6 万左右。这些价格呢其实都是透明的数据，你在网上自己也能查得到。这条线呢，我把它叫做情绪锚，因为它是市场里边最典型的公司层面的长期做多比特币的代表，所以它不一定决定价格，但它会影响市场怎么去想。当价格在它的上面，市场会觉得蓄势稳；当价格跌到它的下面，市场就会开始放大担忧。DAT 公司多头这套逻辑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会不会融资更加困难？会不会压力更大？他们会不会顶不住这些压力而抛售？这种担忧呢，会直接打击市场的信心，让反弹更加虚弱、更短、更容易被砸回去。第六条也是短期最硬的一条扛线，矿工现金流线。矿工卖不卖？有的时候呢，它真的不是看多看空，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电费要不要付？机器要不要开？以主流的新的机型 S21 为参考，它的关机压力区大概是在 6.9 万到 7.4 万。现在呢 6.3 万的比特币的价格已经让很多的矿工扛不住现金流压力线了。这意味着卖压里边会出现更多的被迫放弃扛线，卖币来付电费、付运营成本，或者干脆就关机出清老的矿机。所以呢，你会发现价格更容易出现加速的下砸，更容易出现长针，更容易出现那种你看起来像突然崩的一下似的爆仓式的瀑布。现在的市场同时压在机构水位线下面，压在公司锚子下面，甚至压进了矿工现金流压力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现在不是拼信仰，是在拼谁先扛不住。好的，现在呢，我们把6条线放在一块来看。链上3条，红线是情绪线，绿线结构线，蓝线地基线，场外3点线 ETF 机构水位线， Strategy 公司情绪锚，矿工现金流底线。那现在的价格来到了 6.3 万、6.2 万，
几乎所有的关键扛线位全都失守了，短期的情绪线扛不住，市场的结构线扛不住，机构水位线还是扛不住，公司情绪锚扛不住，连矿工的现金流压力线都快扛不住了。最后呢，还剩下一条蓝线地基线作为最后的扛线位。所以现在你应该能够明白市场为什么这么难受了吧？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我愿不愿意扛线，更多开始变成我还能不能继续扛线，能扛的再死扛，扛不住的就被迫卖逼。这个就是熊市掌控的真实体感。那么这一次底部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先借用一点历史的数据，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底儿给它挖出来。你看上一轮的熊市，也就是2021、2022的那一段，价格呢最后不是刚好踩在蓝线就反弹，而是直接把蓝线给击穿了，甚至在蓝线下面停留了一段时间，市场才开始慢慢的完成出清。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蓝线 realized price 地基线在熊市里更像一个终局的压力测试位，没到蓝线，市场通常还在疼，而还没疼到极致。一旦跌到蓝线附近，甚至击穿，往往才会进入最典型的出清区，也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恐慌加速、投降式的抛售，杠杆被彻底清除，矿工弱手被迫离场。但这里呢，我要强调一句，击穿蓝线不是必须发生，它只是历史上常见的深熊底部的形态，所以我们不能拿它当成一个目标价位，只能拿它当成一个极端的参考。现在我们在 6.3 万，还没碰到蓝线，所以从历史形态的角度去看，我们当前更像处在一个防守区加上去杠杆区，而不是那种典型的终局出清已经完成的阶段。换句话说，如果市场要走成上一轮那种底儿，通常会出现两个特征，不一定同时出现，但越多越像。第一，价格接近蓝线，甚至出现短暂的击穿；第二，大量人被迫卖出，卖压减弱，你会感觉再砸也砸不动了。说到这儿呢，我其实突然挺感慨的，感觉这个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有点挺像的。其实不只是比特币在扛线，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扛线。房贷是你的现金流压力线，月供一到你就得扛；工作呢是你的收入底线，再难受你也得撑着；健康是你的身体红线，熬夜久了迟早你要还的；家庭呢它是你的情感支撑线，再累回家你也得把情绪给收住了。这个就好像现在市场里边的机构、矿工、散户，有些线你不想扛也得扛，有些线扛到最后真的扛不住了，也得学会放手。市场教会我们的不是永远不跌，而是你要知道自己的线到底在哪里，成本线在哪里，现金流能扛到哪儿，情绪底线到底在哪里。市场不会因为你辛苦就会奖励你，生活呢也不会因为你死撑很久就会给你回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你越早看清自己的扛线位，你越不容易在崩溃的那一刻做错决定。好的，我们回到主题，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不少人呢在问我的持仓的成本，但我不会公开，原因很简单，我不希望任何人把它当成一个价格的信号，产生跟单式的误解。不过评论区里边欢迎大家讨论，来分享你自己的情况，你的成本大概在哪个区间？你觉得这轮的底部有可能会在哪里？你现在的策略是扛着减仓定投，还是已经止损离场？我也想看看在这一波的下跌里边，大家到底是在死扛，还是已经开始调整策略了。好的，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深度内容，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